这是在中国拥有上百万玩家的竞技游戏，这是世界顶尖级的电子竞技战队。我们是1Home，他们创造了10连冠的巅峰历史，也制造了圈内最为轰动的转会风波。这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分崩离析的1Home战队命运如何？职业玩家拥有怎样的生存状态？而电子竞技又将在中国何去何从？1Home 的5位队员在日常训练时有着自己独特的作息时间，他们每天下午起床，经过一夜的奋战，到清晨才去休息。然而这一天，他们却起来得很早，因为平时少有人光顾的训练基地迎来了很多客人。这些人是1Home 的粉丝，一群执着的电子竞技爱好者。来，升上去了。来，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因为这个柜子小，我们后来订了一个柜子，这柜子还没到。这个是一部分吧，9牛1毛一部分。后面我看多了，全大了。啊，这个后面对，这特别小，这个还没我自己家里的多呢。我自己家里就是带队这9年以来拿的一些成绩的东西也都在。可以照相吗？可以照相，过来给你们说来，来，要不你们不知道都是什么东西。09年的 WCG 的中国区的冠军，这个是09年的这个 SMM 的那个第3的那个，这个不是写着吗？2009 Second Runner Up 就是第3。这个东西已经特别难见了，为什么难见呢？就是你看我们参加了几届 MM， 拿了就是第1的奖杯跟这个不一样，就是第3的呢是当时有3个人，一个 GK 的，一个呆的，一个820的。就反正我们的传统是，除了冠军奖杯以外，剩下的奖杯都不往回带，对，他们就直接扔机场了，不往回带。但我说这东西挺有意思的，就拿回来了。就是在那个上升期时候，1个月拿了3个冠军奖杯的第2个 EOG， 就是820那次打着点滴打的那个比赛。小组赛我们为了保持状态，小组赛弃赛，然后上来跟他们生抡的，最后全胜拿了一个冠军，这是那个冠军。1Home Gigabyte， 然后后面是 CHN， 记得就应该有印象的，应该记得820在决赛的时候不是用的那个 ID 嘛，是.cn。我跟你说，这个只是一部分，因为我们最后订一个柜子里面会有30-40个壳，应该每一个壳都能摆下这个，到时候我们会摆满了，然后以后有机会你们能再来的时候就能看见这个新的柜子了。现在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来的人里头有谁是憋着跟他们打比赛来的？我。你们都没有女孩主动，是有些钱。2级零件走上去 SF 零件上跟就跟打单机一样，被粘住就到6级。输了吧？输了，3分钟。输了。像这样的粉丝参观活动是战队的赞助商所进行的商业运作，俱乐部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必须要全力配合。而对选手来说，大量的活动也势必会占用他们的训练时间。是等着我来组呢，还是等着徐志伟回来呢？什么意思啊？1Home 新阵容组建之后，很快就遇到了问题，他们5个人之间配合不够默契，整个队伍缺乏凝聚力，找不到状态。这像是训练那样吗？自己看着什么东西是不是？
我操他妈！我说话都听不懂是怎么了？这黑板上字儿都看不懂啊！不懂距离打出这比赛。你看了感觉没了，是吧？这天，他们要在线上和 CCM 战队进行一场比赛，通过和其他强队互相切磋来逐步提升，希望找回eHome曾经的实力。要是把满眼直接往那里跑，去把那个野给封了，运气好他封到了，就不会被他有思路跑的人混得那么舒服。什么意思啊？把这个也直接封了？对啊，W 不就被他打死了吗？对啊，是封野啊。跑得看着一逼，还没看见人就野就封好了，我操！就5S了，5S 牛头打陆地，可不可以打美国？那后面就乱了吗？乱了，那谁插眼？你插眼？我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尽量别乱。现在练的少，就按照一个思路打，对，出去服。好了，发条中单，发条中单分析下单，宙斯保人，宙斯保人，绝对是你看拿人就知道了。不跟他们碰吗？发条是肯定中单，但是我觉得。那你觉得是下路单？他如果他宙斯打311，我们就可以打。如果你确定。不可能宙斯打311，你放心啊。我也中单，我也觉得宙斯应该是中单中或者单越少。发条列下，不用说了。他还想什么？宙斯会已经过来了，看着了。可以写啊。防不放松啊？他们人多，他们4个，我们能打吗？能打。能打。把野封了。好了。下路来不及了。分心上单。我们下走回去来得及啊。分心上单。出兵了，下路还不去？我们刚才应该直接往下走啊，你叫个头才。现在说怎么打？别废话，赶紧下去一个啊！下去，我们下去，往下走。我靠，你们现在才这样。这样走，你们这样走远路啊，我们3个一起走就不怕了。装备都没人要。上路3个，历史风起，宙斯下单。有点乱啊。这个道很这样。早点就好了。这边来。别动，别动。怎么讲究的？我感觉他不过去打。基本上死了。这把业务咋有就没了吧？我就知道可以集结了。不看查看太傻逼了。对，我也觉得是。你现在想蝙蝠没用，你看这么想着蝙蝠没用。那比文你哪一个？不是，就我们这3个去打长单，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打，而且下路浪费那么长时间。10分钟红血，全得败血。2场比赛很快结束，eHome在对手的攻势之下束手无策，被轻易的击倒，完全没有了曾经的王者风采。他们的实力已经比巅峰时期退步了很多，如何重新崛起，成了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这个对战士打得很活啊！我操，一把就烧。这一天，eHome全体人员配合赞助商要求，去影棚中拍摄宣传照片。这样的媒体宣传、商业活动，是俱乐部运营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些最新鲜的业务。也不鲜为人知吧，但是也不算特别新。我年前也知道，但是不知道真的能不能天天只有全职业的这样，还几岁啊？几岁人去？但是我干这行干了8年了，所以说算新鲜的。咱们正经读书、正经跟着老板学做生意的这种人，干到多大岁数才能1年然后什么15万、20万，他们这个就基本上是做到什么份儿上，很高兴。对于他们这个新生他们这个，对他们的未来未来可能性，因为北京出过一件事，就是网吧着了一次火之后，那个广电总局跟文化部就下了一个批文，把那个电子竞技这个东西给封杀了，就不让在媒体上播。然后现在也不能解禁，现在都能在一些地方电视台打擦篮球这么播。但是这个东西要真正推广起来，还是得依靠电视媒体。他们这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你说什么乒乓球、象棋，有什么非得播的？你觉得我想让跑步跑个110米，其他那个是不是？那你看政府机构怎么想？他们要愿意听的话，那非常好。有个倒霉的无所谓，日本搞房子就是猫的造型，好吧？那岛上面只有70个人，然后盖房子全是猫的造型，各种猫的造型，这叫猫岛，很有名的那个岛是吗？闺女吗？真的？骗你干嘛？那上面只有70个人，有几百只猫，然后房子全是猫的造型，很好玩的。这岛是沉了是吧？日本这个国家就是来次什么海啸，来次地震，真的死伤无数。它都是岛，中国原子弹啊，跑不了，都是岛上人这怎么跑？他初2的时候是94、95年的时候。啊，对了，这时候95年的时候，北京地震上时那个，而且这是流行的那个。感冒的，是给我们是吗？怎么在正面吗？都过来。啊，让你过看造型了。我们来玩一个类似拍一个类似这样的。其实这种姿势，我说左边的那个他们可能做不了。所有都完全一样，但动作一定要大。哦，然后前面有一个，这比较简单，这图很简单这个。打到队长，1、2、3来吧，1、2、3来吧。后来，照片拍摄完成，挂在了eHome的训练基地里。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eHome战队在完成了这些正常的商业任务之后，竟然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媒体。那天 ，CCTV5 体育人间栏目的编导来到了eHome小小的训练基地，要制作一期特殊的节目。先休一会儿吧，咱们都是刚干完体育，然后待会儿那个聊两句，看看。创业呢，主要是因为本身呢，国家体育总局也是认可这个电子竞技它是一个体育项目。那么体育项目的电子竞技现在有很多的社会的关注度不是很高，但其实它的群体很大。还有很多的家长，就是说因为很多统称玩游戏的人都是很年轻的人。很多的家长觉得说，他并不把电子竞技跟网游或者跟其他的一些游戏的一些东西来分开来想。那么我们呢，就是说想一个初衷，就是说想告诉大家，电子竞技它不是体育项目，而且它是需要一定的技术，需要训练，就像足球、篮球一样，并不是说你爱好就可以出成绩的。那我觉得这肯定是对广大电子竞技玩家以及电子竞技粉丝一件很好的事了。大概意思，标说大概意思。看着镜头。不要笑啊！不要笑，大家都有。我是来自一笑，一会儿我来笑，我吐露鼻。你别闹了，别闹，浪费时间。干嘛？我来自宁夏。不要笑，你们有声啊，别闹，好吧。好吧。 别闹，好吧。 好吧。 别闹，好吧。 好吧。 别闹，好吧。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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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好吧。 好吧。
是楼地的。之前挺惊讶的吧，就不管怎么说，上 CCTV 都是应该是一种很开心的事。就不要往前看，不要看哥一次过。我在战队中的，哎呀慢了。我在战斗，等一下。我在战队中的位置就像足球的中场组织者。当时正好赶上一个4月1号，就是一个愚人节，大家以为这可能不是真的，什么等等。eHome 电子竞技俱乐部可以说是至今为止持续时间最久，也是国内资格最老的电子竞技俱乐部。eHome 实际上是2004年底05年初成立的，最早是在体育总局注册的中国最早的10家俱乐部之一。就我觉得主要是大众对这个东西太敏感了，因为长期关注电子竞技的人都知道这个。没有，就是因为就是电子竞技在主流媒体上不开禁已经太长时间了，而且这个对电子竞技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在韩国跟那个级别，跟在中国的级别，同样他的俱乐部，比如说一年，据你所知，投入多大，或者说投入产出比就有多大？在韩国，就是他们选手的收入都比国内得翻之后再翻。我知道的月薪比较高的应该上万美金。体育人间报道电子竞技的消息一经出现，就引发了电竞爱好者的强烈关注。作为央视长时间禁播电子竞技后的第一部相关作品，这部片子被认为是央视解禁电子竞技的预兆。而从节目7月份播出到现在，传言中的解禁仍然杳无踪影。eHome 的几位队员在完成各种宣传任务之后，剩下的训练时间并不是很多，而就是这一点点时间，他们也因为状态低迷，不能有效的利用。经理711对此一直非常担忧，而一件小事更是让他终于爆发。大黄干嘛去了？睡觉。啊？睡觉。为什么呀？啊？你几点训练啊？现在在看 TK 打直节目。不是，那干嘛睡觉？他几点睡的呀？断断续续的。写完 AP 起来，然后睡几个小时，起来。写完 AP。那给叫起来啊！堵了。这天晚上，网上正在直播 DK 战队的比赛，eHome 的几个队员都坐在屏幕前期待着这场直播。为此甚至占用了自己的训练时间，而此时的 DK 战队不惜重金网罗了诸位 DOTA 明星，在得到了eHome 的2员大将 Burning 和 KingJ 后，组成了梦幻般的阵容，被圈内一致看好。而eHome 在这个时候却像是一盘散沙，状态让人堪忧。哎，我开会了，不来啊！等一下，先看完这场啊，你这个没录像。没用，你看这有什么用啊？没录像，看一看吧。怎么？为什么没录像啊？他这录像不放出来。放了，稍微放会儿。看一档。没啥可看的，你看他干嘛？你这等会儿咱们开完会，你给我找队约队了，你看他看完了又没队了。都在看，现在都在看。
开会咱们该乐队乐队呗，该训练训练呗。想看低吧，这个就看了一点点时间，实际。看看前期怎么走向。不解决表问题，你们觉得呢？不在训练，而且我再打电话时还不在训练。就是你们是皮了，还是就是对制度毫无抵抗能力啊？你们如果要想成为好的选手，要成为好的队伍，就任何事儿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别跟我说谁今天几点睡，谁什么睡了醒了没对，网怎么着了，没用。别他妈的就是来了直播了跟我这上精神，我说开会就开会，别那么多废话。就是你们想用功，有的是时候用功，不差这一场不行。你们看了跟不看，就区别能是什么？我就真想知道。就是厉害了呗，就操作了呗，有激情了呗，还是怎么着？就有轨就好了呗，还是水人就好了呗？我也弄不明白。我就明确的跟你说，这种事就是工作，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这是非常严肃的事儿，我不跟你们开玩笑。你们别就是以后你们跟我谈问题的时候，谁都别跟我他妈的带情绪，别跟我说就是我烦。哎呦，我没能力怎么着？哎呦，我困，根本就不是理由。你要练就好好练，要不然就甭练。你要不然你们就踏踏实实说好了，我从此以后再也别给我听什么养老队这词儿。要练就练，要不然你妈逼就跟我说清楚了，是吧？七爷，你妈逼我们半年混一冠军，啊，我们就偷摸的给你混，你妈逼混着，你就接着给我们发工资，混不着，哎，跟我说清楚也行。我告诉你们，我跟赞助商是摸摸底。这样能不能行？能行，你妈逼你们练你们，我给你们开得起工资，你们开不起滚蛋，对吧？一拍两散，你们找好队去，忽悠你妈逼富二代，搞签字费去，对吧？完了就这么简单点事儿吗？对不对？咱说的清清楚楚的。这场谈话持续了3个多小时，结束之后，几位队员又训练了一段时间才去睡觉。那时天已经亮了。